如果让我来问问公司小伙伴们最想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相信北欧一定不会在答案里缺席。无论是独特的极地景观、纯净的自然环境，还是颇具历史的古建筑，都是吸引我们前去的理由。那正好懂车帝刚在阿拉斯加完成了死亡公路的挑战，而接下来他们还要把几十辆中国新能源车测试场地拉到远在北欧的瑞典，来进行一次极寒极速相关的测试。那就在那里有条世界顶级拉力赛的全冰雪赛道，而懂车帝邀请我们去到现场，想让我们用穿越机去近距离跟拍一下中国汽车在这条世界顶级拉力赛道疾驰的画面。于是我们就一拍即合。那同时在上一次开车去罗马的节目里面，大家似乎挺喜欢我们公司的怀古，它属于公司里面非常松弛的一个编导，所以他带的分队一般氛围都比较放松。这一次瑞典之行的领队会依然由他来担任。那么欢迎和影视飓风一起来看看我们在瑞典的所见所闻。就是 team 现在还没有到，然后我们先来到瑞典，但是我们来到瑞典不能说只去一个榆木是不是有点无聊？所以我们来到这个非常偏北的一个小镇。就是我刚看那个 Uber 不能用，然后我才了解到这里当地人的交通方式就是每天坐雪橇，所以我刚刚就打了一辆车，然后等会儿哈士奇会有哈士奇来接我们，真的假的？这边写着嘛，看看哈士奇停狗处啊！我靠，真的！这个标志好像是说让二哈停的地方。其实这个狗拉雪橇确实存在，因为我们现在在瑞典最北端的拉普兰地区，每到冬季，这里的原住民萨米人便会使用狗拉雪橇在广袤的冰原里穿行。拉普兰地区一直以它壮丽的极地景观而闻名，而我们的影视飓风小队正处在瑞典拉普兰地区的中心城市基律纳。我们对基律纳的第一印象就是极夜与寒冷。这里地处北极圈，在每年的12月到1月初会经历北极圈的标志性地理现象极夜。不过我们来了以后才发现，极夜并不是漆黑一片，而是太阳一直可以挂在天边的日出日落的景象。同时这里的冬季漫长寒冷，足够低的气温也让这里诞生出了一家神奇的酒店。这里就是 Ice Hotel 冰酒店，有没有想象过？这个就跟那个哈尔滨那个冰雪城一样，这边也搞了一个迷你版。但虽然说是迷你版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这种一整年都有的冰酒店，最大的冰酒店了。品鉴一下他们这个床垫，就是你看它的冰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大的床垫和这个，它其实可能睡上去还没有那么冷。怎么说呢？这个酒店的价格是大概人民币5000一晚上，你们俩会愿意花5000块钱住在这种地方吗？我觉得花5000块钱在这住一晚，回头还得花2000块钱去看病，有点划不来。与其说 Ice Hotel 是个酒店，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展馆。每年这家酒店都会向全球艺术家发出设计招标，最后入选的艺术家会各自得到一个房间，花费近1个月的时间细心雕刻，最终呈现一个独一无二的冰雕客房。虽然说这个冰酒店住着或许不算舒适，但看看这些形态各异的冰雕作品，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体验。虽然现在的基律纳看起来很度假很舒适，但在地下其实深藏着许多秘密。在我们入住老城区酒店的时候，店员就告诉我们，如果凌晨1点感受到地面在震动，请不要惊慌，那是地下矿井在作业。这引发了我们对脚下这片矿区的好奇。当我们想拿着摄影机采访当地人去了解更多信息的时候，却遭遇了滑铁卢。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this city, Kiruna? 2 years. 2 years. You picked the right spot. Yeah. You don't want vlogging? Okay. I don't want to come in the video. All right, sure. 我们猜测或许是环保组织常来报道，反正不管是瑞典人还是来到这里的移民，对摄影机都相当谨慎。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来自东非的移民，有不少平日里在矿井里工作。矿井实施的是工作1周休息1周的制度，在休息的1周里，这些矿工便会出来当出租车司机补贴家用。从他们口中，我们知道了一些关于当地矿产的信息。我们现在在老城区，然后你看这个建筑，它围了一圈围栏，然后它基本上是已经要一个被拆掉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再看那边，
就那边的远山那里就是那个矿，那个矿我昨天在一个出租车上，然后那个出租车司机刚好是这里的矿工，然后他虽然不愿意出镜但他向我讲了很多这里的故事，就是在这边那个矿其实已经挖了100多年了，然后这100多年他已经把这个地下其实都已经掏空了，然后掏空的结果就是它会不断的发生一些坍塌的一些问题，结果就是你看这个建筑现在已经要被拆掉了，然后整个这里的这个 Old Town 它都会搬迁走，这个还是很可怕的。我昨天在谷歌地图上看了一下，就那个矿的面积超级无敌巨大，它比整个这个基律纳的小镇还要大。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基律纳这座城市在100年前就是因这座矿山而建，它的经济也一直高度依赖铁矿石的开采，欧盟超过80%的铁矿都是来自于这里。而在去年1月份，瑞典能源部长公布了一个重大发现 We find critical raw materials. What we have now is the largest deposit in Europe regarding these materials of REEs. 没错，就是塑造当今世界格局极其重要的稀土资源。无论是我们的手机、电脑等高科技电子产品，还是军工，他们都需要大量的稀土资源。对于欧盟来说，基瑞纳这座欧洲目前最大的稀土矿将一定程度改变整个世界稀土资源的格局。然而，这片全新发现的稀土资源所在位置几乎就在老城下方，而随着矿区的进一步开发，老城也将变得越来越危险。或许用不了几年，这片老城区将会不复存在。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一整座城市的搬迁计划，我们很想知道当地居民的实际感受，但是2天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记录下这座城市现在的样子。所以欢迎欣赏这座极地矿城在拆除前最后的模样。我给各位看一下，真就是1天的时间，这个下雪。哎，这个雪真的很厚，Tim，你要3思而后行，我感觉要出问题了，出不来了，问题了，出不来了。讲真，你看啊，我们拍节目，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阵仗已经算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对吧？可以的，有多少很多人的，其实有的时候。但是懂车帝他们这个规模是我都难以想象的，这像是一个媒体能做的吗？然后最有意思的，你看懂车帝他们很好的一点啊，只要是任何条件有能记录的地方，你会看到所有人都拿着相机在拍。是的，左一个右一个。他们有一个超大的内容团队，其实是的，什么雾3、如影4D，什么都有，很猛的。装备比我们要猛很多，真的非常带劲。你们还带了这个专业的测速仪？我们其实这个测速2套设备啊，我们有一套与车无关的，单独在场地的，就像咱那个，比如100米赛跑，把起点、发枪、终点计，然后一个是在车上的一套设备，车上根据 GPS 信号可以走一遍，然后结束之后会把2个成绩比对啊，确认没问题 ，OK 就用这个成绩啊。我们这一次所在的场地是世界顶级拉力赛 WRC 唯一的一条全冰雪赛道，因为冰雪这里的摩擦系数很低，同时有非常多的弯道，对车辆有很大的挑战。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懂车帝会让职业车手驾驶不同车辆，在这条总长11.8公里的赛道进行计时测试，看哪一台车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跑完。而除了把新能源车运过来，懂车帝还邀请了几位非常厉害的车手来体验一下冰雪上的新能源车，其中包括多次蝉联世界拉力锦标赛冠军的 Matt， 还有中国首位进入 F1 的车手马清华。马上您今年几岁？应该我是87年，87年。对。您开了得有多久了？职业赛车？从我第一天开始开到现在，应该30年了吧？30年。对，我是94年第一次开始从卡丁车开始。等一下，你87年，你94，你7岁开始开？对。啊！7岁开始开卡丁车，我都不敢想象我7岁开始剪片，我现在能剪成什么样？哇！我应该是剪片奇才，我现在可以用脚剪片了。我好奇你怎么保持专注，因为你开车的时候肯定必须得全部专注上来，对吧？对。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有脑雾，像我自己有时候会很严重，就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就是我在
在做这个事，但是是变成机械的，就没有思考了。但是你能保证你在开的时候，你就是有思考的，就是脑子在转的。必须在思考，因为你要感受的每一圈。其实你看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好像每一圈都是一样的同一条赛道，但其实每一圈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车的油量在减少，也就是你的车重在减少，然后你的轮胎在损耗，轮胎磨损之后，它会在赛道表面有一层胎胶，这层胎胶会越来越多。所以也是会影响你的抓地力的，这一点你都能感觉到。对，当然。哇，我真的还是很佩服马老师的，真的很强。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脑雾，就是我最近其实前段时间我一直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脑子为什么会没有这么脆了？我其实也有这个感觉，有的时候上班就有点懵逼了。上班下班呢？下班好像不是特别懵逼。他唯一有个缺点。就是他在录节目的时候，他拿着麦克风，但他喜欢拉风箱。你刚又拉了8次，你刚又拉了8次风箱。就从观众的角度，你想，观众角度听声音就是大家好，我是刘怀古，今天这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有意思。你看已经拉了8次了，各位记住，录制 vlog 的时候不能拉风箱哦，各位。拍 vlog 有很多小的细节，多注意的事情。Team 能一次性把我的相机拿过来，你这个，你看又在拉，你又拉了，你又拉了啊！而除了 vlog， 我们这一次还带了一个穿越机的新方案来记录懂车帝的这一次瑞典东侧。在过去，我们通常会使用一个5寸左右的穿越机架设小机器进行拍摄。这一次我们特别准备了 X8 穿越机，它可以承载 Red 摄影机或是 Amber 高速机。天光短暂，我们只有3个小时的拍摄时间，希望一切顺利。这你挖的吗？你刚才一直在挖这个？哪有？数子是我见过最能够挖的人，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一个穿越机飞手一下车，立刻就钻了一条地道出来。叔叔他贼搞笑，他这边等车的时候经常喜欢挖雪，然后喜欢挖一个3室1厅，挖出各种奇怪的这个房子出来。你就掏，然后呢，你这边再掏一个洞，斜着给它打个洞，你给它个天窗，来点采光。马老师，你先准备。好，我们收拾一下就来。刚刚我采访了马老师，然后也采访了 Matt， 然后采访我有个小的技巧，我想分享一下，就是真的很重要。采访就是一个自然的交流，你只有和他是一个平等的交流状态，而不是你感觉好像在听他的话，但又在看稿子。采访一定要给对方正确的情绪价值，你可能要基于他的点来出发。比如说他心率很高，你会说心率为什么会这么高？能维持这么久，真的太强了。这种时候他们会觉得你是在认真听人家对话的，一定要有对话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把马老师还有 Matt 老师的这个声音给垫下去，因为你找别人配音和这些真正的征战度很久的这些运动员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你把它垫上去以后，再配上一些车的画面，哎，这个感觉应该就会有了，很带劲。开干！走！赛车它其实是需要不断的去把自己的这个极限给挖掘出来。It's like you switch your mind and you just disconnect the whole world, and it's just you and whatever is ahead of you. 其实每一次进入座舱，我的脑海里面只剩下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的一个世界，一个赛车的世界。我们在过弯的时候，你的血液其实会在身体里甩来甩去，你的心脏其实是在对抗这些血液所承受的这种离心力。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因为虽然这条路不简单，重重困难，但是我在做一件我自己非常热爱的事情。I feel very proud of what I've achieved and where I am today. 我其实打心底里真的挺佩服懂车帝这个团队的，他们居然真的能为了一个东侧准备这么多东西。你看这些物料，整个赛道的平整，各种要协调的，他们还真能把这种项目给做下来。光是他们车运过来，你知道吗？他们这么多这些国产的车运过来，是包了火车这种跨国的这个线，把它给拉到这边的。然后你还得有整一个制片团队解决发电，解决他们所有的这些人员的住宿各种问题。啊！炸机了，炸了吗？炸了，炸了哪架？
Amber， 但是 Amber 好得很，就是蒋烨现在在收，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好，我去看看。换奖励。你看我现在听到炸鸡什么，我都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我觉得这种都正常损耗。你知道开公司以后最怕的是什么？人出事。其实设备出事，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我真的很担心，就大家受伤啊什么，在户外拍难免会有这种想不到的意外情况。出车祸啦！踩动不？我已经踩到地板了，他都没用好了，那我往前。人没事，也许你确实人没有出事，但是各位你意识到吗？在海外真的很危险，尤其驾驶这种事情，难免的，就是难免的。我们应该算很幸运了，因为刚刚这边车道冲下来以后，掉到这个雪里面，我没有撞到边上的树，撞到树以后肯定出事了，已经很运气了。Tim 老师的班机还有3个小时起，哎，没有了，不止了，只有2个小时，其实来不及，其实大概率来不及了，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Well, thank you for the kindness, thank you. Well, we survived. 好嘞。不得不说，瑞典的老哥真的很热心，然后这些姐姐她们都是直接就上来就来问我们怎么样，要不要帮忙。一堆车在这边。对，你看就是这是什么？就是他们路上真的只是路过。然后他们就全都停下来问我们有没有事。哎，你们有保险吗？然后还有那个姐，她说她是开救护车的，刚下班就看到我们尬在这，主要有点尴尬，我们应该把车灯关了，这个有点丢脸，还不如去隐藏起来。隐藏起来。你知道我会这样自我安慰吗？就是假如说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然后就莫名其妙的一个破事就把这个事情给摧毁了，我不会急的，就是我尽力试过以后，我就知道也许老天就是不愿意让我在这一刻去干这个事，我就认了。当年好心态，啊！是你他妈怎么说话呢？我帮你找个台阶下，你还嘚瑟上了，优角色，太牛逼了！对我们来说，花一点时间在这冰天雪地中欣赏夜色，未尝不是一种体验。但对 Tim 来说，他的飞机还有2个小时就要起飞了，这里没有出租车，也叫不到 Uber。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一位路过的芬兰小哥伸出了援手。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Exploration geologist up in Rafting. 刚刚遇到这位老哥，然后他是来自于芬兰的，然后他是一位地质探矿学家，就专门找矿的，这个很神奇。他本来都不想收钱，就送我们，就来救我们，但是这个我们还付了他钱。盛情难却啊！是。呜呼！好吧，好的，圣诞快乐，怀古，拜拜，回国起落平安，拜拜 ，Thank you so much。告别了 Tim， 这期节目到这里本来已是尾声，不过恰好我们在瑞典的这段时间是圣诞季，在瑞典，圣诞节宛如一场静谧的雪夜之梦。当这特殊的日子来临，整个国度好像都陷入了一种温柔的宁静之中，几乎所有店铺都默契歇业，街上也只有零星几位游客。超大的圣诞树，你可能感受不出来，我们走近点的话可以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关键是这个圣诞树它是个真的。真的吗？它真的是个真的。哇，真的是种在那儿的，我第一次见到就是真圣诞树长在那里的圣诞树，其他那些商场都是直接就是一次性的，这个就直接搬掉了。看一下这个，而且它哇，好高啊！我们来之前就一直有听说，漫长的极夜容易给北欧人带来些许情绪上的阴霾。然而正是在这寒冷又略显暗淡的冬季，圣诞节带着它独有的温暖和光芒翩然而至。所以希望这段来自瑞典圣诞的小样片，能够像冬日里的一杯热可可，为你的生活寻得片刻的宁静与温暖。One more time, 'cause we're gonna spend our night dancing in Christmas